中国大陆沿着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艘军舰，还有海警船。所以吴钊燮说：“爸，你看这边第一岛链部署这么多军舰，要干嘛？那另外呢，这是中共演训的热季，所以国安局说有4个地方海上在编队，认为大陆动员有升高的趋势啊。那另外呢，说在内蒙那边有一些这个建筑，这个仿照台湾的总统府说呢，为什么就是将来要透过科技监侦手段。”然后呢，来这个掌握试射在西北省会一些基地呢，所以打造跟台湾都市的建筑，不是只有总统府我们台湾都市的建筑长什么样？到时候如果去炸要怎么炸所以试射之后到底会有多少损失命中率到底有多少？所以都在做这些演练那另外呢，《纽约时报》说北京对台湾的新战线就是呢派了不同的这个到东部去了。到东部去巡航，所以呢，这是将来要在这个万一两岸冲突的时候掌握海域的控制权。所以美国空军的前军官警告说，北京现在像一个大蟒蛇一样，把台湾紧紧的勒住以前在台湾海峡，现在已经到东部去了形成一个包围，把台湾勒住那另外呢，澳洲的这个前官员呢说太平洋可能现在也许还不会，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有冲突，但是呢，他认为到了2027、2028甚至2029，所以那个时候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那澳洲要做什么？他们主要是澳洲自己要做什么要如何的准备那另外呢，大陆有7艘军舰部署在西太平洋1个星期就穿越日本的4个重要的水道，从6月24号、25号、6月27号、6月29号、6月30号。这个大陆不同的军舰，飞弹驱逐舰飞弹驱逐舰电子侦察船然后呢，这个动55的驱逐舰7月1号动54A 的飞弹护卫舰都经过宫古海峡进入东海，就到了这个西太平洋所以呢，而且今天呢，突然射了这个潜射战略飞弹所以呢，落在太平洋的公海，日本抗议，日本说什么意思？严重关切，你战略飞弹你干嘛射出来那另外呢，好，军方恢复陆军三军官校了。现在三军官校的这个学生不只是三军，现在叫做三军官校联合毕业典礼然后还加入这个政战学校，又加入国防管理学院，所以现在叫做三军五校，陆海空再加上政战跟国防管理学院三军5个学校，他们这个从这个75年就全部在一起举行联合毕业典礼，不会个别举办当时蒋介石也去最早的时候那以前最早有反共教育他们就毕业以后到政战学校再受2个礼拜的反共教育然后后来因为两岸之间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那这个就改成1个礼拜，缩短1个礼拜，也把反共什么拿掉了，就是爱国教育了结果现在民进党说呢，要再加上反共为什么要认清敌情威胁，认清大陆的势力在扩张所以现在呢现在三军8校了，已经不是5校了，8校了，说呢现在要再加上反共的课程那反共爱国教育不只是爱国教育了那24年现在把反共加上去。那今天他们这个参谋总长、陆委会主委、国安会咨询委员都去了而且呢，参谋总长梅家树呢等等，他们还去上课他不是只是来参加，还去上课。我们看一下。写下全台最热血的毕业三军8校院联合毕业典礼落幕，从同学即将变成战友。而7月1号到7月5号的反共爱国教育课程也结束，只是今年恢复反共，却少了过去的反独，加上邀请政党立场较鲜明的政务官员上课，让在野党质疑是要把刚毕业的军官教育成民进党喜欢的样子，进行党国洗脑吗？如果让政治色彩鲜明的人逐步的渗透进来，那反而会造成效果的这个衰退，这我想此事不可不查。那当然了，执政党到底是认真想要做这件事，还是只是想要借用这样的名义偷渡意识形态？我想社会大众心里自然有一把尺吧。他不是要成为哪一个党喜欢的样子，他是要成为我们所有国民喜欢的样子。只要他们没有信心跟自信，
他的爱国教育，他爱的是台湾，爱的是中华民国，他们也同意的地方。只是中共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之际，释出内蒙古的基地军演画面，疑似再度曝光基地内有类似我国总统府建筑，但国安局强调都有掌握。我在注意了，尤其是他在西北省份的一些相关的基地，他们都有打造一些包括台湾都市的一些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的一些船舰的模型，在进行一些导弹的测试。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科技监侦的手段来掌握他们大概试射的情况。毕竟中俄在黄海展开联合演习，紧接着也要到太平洋联合巡航，恐将牵涉到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战略合作，我国将怎么因应？中共的国防部是在7月5号对外做发布，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牵动到的有美国印太友盟跟中俄之间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角力的态势。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跟国际友盟来做相关情资的交流。面对联演，国军严加戒备，持续掌握。徐部。这个北京其实对台湾的施压现在就全面升级。过去大家会觉得说是军机绕台啊，或是说飞弹的威胁等等。那现在包括刚才讲到所谓的中俄联合演训，他们随时可能穿破第一个岛链，然后到太平洋，到这个台湾的东部。甚至他们的海警船执法也常态性的就是好像会把台湾切成像是说我的内海化这样的状况。其实威胁当然一直都在，而且越来越严重。那包括外交的打压，比如在澳洲我们设一个博士的这样子一个办事处，经贸办事处，他们也要这个强烈的抗议等等。我觉得台湾当然要面对对岸的威胁来讲，一定要自己要武装起来。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基层军人，他可能为了一些蝇头的小利，然后会签那个书，会去拍那些影片，这些当然都要查。所以你说所谓的反共爱国教育要不要做？我觉得要做没有错，但是呢，现在来大家会检视说，会不会变成是政党之间的宣传？因为所谓的反共爱国教育，其实当初本来是反共爱国教育变成爱国教育，停的是阿扁的那时候，好像是2002年，阿扁把反共拿掉，现在时隔20几年再把它加回来。如果是真的让大家军人知道说我们为何而战，然后敌我识别，不要这样子很模糊的状态下，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去支持的。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去上课的有谁呢？去上课的有陆委会的主委邱垂正，还有国安会的资委黄崇彦，他们2位都是民进党党籍，曾经也都是蔡英文的，包括不管是智库的幕僚，或者是他甚至是他的左右手，以他们来做这个教育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相关的专业，可是我们会很担心的是说，如果一致对外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所谓的反共教育变成说，在同胞内部找敌人，变成说，只要这个反对执政党的，或者说这个在野党呢，比如说有去延审预算啊，这个就是跟对岸来同声一气啊，中共同路人等等。如果变成所谓的党国的教育的时候，这个是绝对不智的。台湾在面临现在的处境，当然是我觉得一定要自立自强以外，那包括呢在内部一定要团结，不能把这种所谓的国安的议题永远变成是选举的话题或是选举的工具，这样会让人家很不信任。尤其是这一次的讲师，大家会看起来就是说，黄崇彦跟邱垂正，大家就觉得色彩这么鲜明，让你去做反共爱国的教育，这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永平。我非常认同徐府讲的问题啊。当我看到这个反共爱国教育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说，那他们有没有爱中华民国啊？这批人他会不会讲维护中华民国的立场？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总统本身赖清德，他对于中华民国还有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他在竞选期间是有所疑虑的。那他在当总统的这2年来呢，他有很多的场合可以讲，可是他从未有认真的阐释过，就说中华民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好像便利贴那样的角色啦。他觉得他要去打击对岸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两边互不隶属，那他可能会提一下说中华民国。可是除此之外呢，他几乎不提，然后全部讲台湾。那你对于一个所谓爱国教育的时候，你如果连国的这个问题都不能够根据宪法行事，都不能够根据我们现在的整个堂堂正正的国家的国民主张，你让这个军人本身真的会无所适从。那这个问题呢，就牵涉到第二个，刚才徐府最担心的，
就是会不会他们其实跟川普是一样的，利用说国家之名、爱国主义，其实呢在搞自己内部的党派斗争啊。譬如说他们在讲了个半天呢，中国大陆的事情讲得很少，可是通通都是在骂在野党、骂蓝白阵营，然后到时候又去扯说什么蓝白阵营又通过了什么样的法律啊，然后又什么同意权不给他过关，又如何，就是去讲一大堆台湾内部的政治议题，想要做选票动员，那会不会担心这个问题？我认为以民进党过去长期的记录不良来讲，大家当然很担心。那第三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现在民进党的高层呢，他们是戴着非常有色的眼镜在看待所有中国大陆的所有新闻。中国大陆军事各方面对我们是威胁不假，可是中国大陆在很多的领域有所发展，科技的进步，甚至世界标准的突破，它的整个国力不断的在上升，这也是真的啊。你如果今天在谈到对中国大陆，我们要不管是跟他警戒，或者甚至对抗的时候，你如果对敌不能知己知彼，你何来百战百胜？可是民进党呢，他长期对中国大陆的很多发展呢，习惯性的采愚民政策，对不对？民进党洞见观瞻的政治人物，可以讲出说中国大陆的高铁没有椅背这种没有尝试的话。那你现在这种状况，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洗脑我们的国军，让他们觉得说啊，对方的那些先进武器呢都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呢都是没有测试过的，他们都是假的，不用怕如何，那会不会某个程度呢，也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对可能我们的威胁有足够了解，然后有足够的对应的麻烦？那我觉得这三点呢，是现在大家对于他在这个时刻所要恢复爱国教育最大的疑虑。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你民进党爱的是什么国？续下再回来。石油、毒油，几年就搞一次，哦。那食药署说明天要公布第一波产品的名单，搞到现在是公布产品，最高会300万。如果业者没有公布相关的讯息，我们都知道这个民以食为本，油民以食为天，油其实是食的根本，任何东西都要油啊，除非你是清蒸或是煮，否则的话你就不要油呢，煎、煮、煎、炒、炸都要油除了煮不用，煮有时候里面也要加一点啦，不是不要，反正味道不够好哈。那原来只以为是这样，后来发觉不止啊，连那个食品各种里面都要加油，所以现在连动物的这个饲料里面也要加油，只是动物呢抵抗这种毒性的能力比较强，代谢比较强。那这个政策被骂爆了哈。所以呢，这个7月4号晚上宣布，致癌比率超过2成的产品，就是这个油啦，里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什么苯醛比超过2成的产品呢，它以及这调和油，就这个油还加了别的油，调和油6日午夜前要预防性下架所以呢，它先是第一层产品下架。7月1号的时候呢，中联公司停止作业，然后呢，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第一层产品下架完成，然后呢，到了第二层预防性下架，然后呢，这个调和油在7月6号24小时以前要完成，加工产品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20%以上的，也要预防性下架，其余受到影响的这个油品的产品。也要7月6号、24时以前要下架因为被骂死了哈。那说不论比例了应该不蒋万安说你不要管什么20%不20%，不论比例都应该预防性下架。说台北市采非常严格的这个原则
而且希望能成立跨县市食安通报平台，因为这个东西台湾这么小，流动的，对不对？常常的移动过来、移动过去啊。哦，那因为食药署开始不公布毒瘤的名单，所以蒋万说中央把牌盖牌，哦，把消费者权益放在什么地方？哦，然后呢，卫福部长就也说第二层产品下架太慢了。开始我也觉得怪怪的。哦，只是他们说依法啊，他们什么规定啊，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哈。就是他宣布的啊。这是下面的食药署了哈。那食药署政策一变再变，7月3号一个政策，7月4号7月5号一个政策啊，反正变过来变过去啊。那国民党党团就批说，第一时间为什么盖牌？为什么昨天才公布致癌油品的下游的名单？为什么会这样？那另外学校营养午餐也被波及，因为它要用油啊，所以呢，双北。台中有131个学校营养午餐中标，这个赖世宝跟我的母校台中一中也中标了营养午餐。那另外呢，教育部要清查，说要预防性下架，就是校园团膳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讲到苯偏比超标，开始是中联，他是4月接获下游业者通报，他说他自主检查都没问题，后来他的下游南桥。说有问题，检查出来自主很有问题的，就告诉中联，你卖我的油有问题啊！4月就接获校友的通报，6月底他们才通报主管机关，你说可不可恶？中间2个多月，这2个多月那个油到底那个量那么大，到哪里去了？所有通路都有了嘛，变成这样子嘛？那现在研判为什么说里面呢可能有水？巴西黄豆，巴西黄豆含水率高，所以有可能它有几种，一种是黄豆来酒，一种是中间制造的过程。产生，所以他们现在初步研判可能是巴西黄豆，所以呢，说以后要求含水率超过12.5%的黄豆不准炼油，因为呢含水就容易产生各种的问题，长霉啊或其他的东西。我们看一下。从北到南，一整串名单，食药署剔除原本291家业者重复部分，公布全台受到致癌油影响的257家下游厂商。用到这个油的产品一律揭露，让民众知道。同时要求所有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下游业者，依照3阶层揭露原则办理。3阶层的揭露是：第一个，混合油预防性下架，超过20% 以上的使用到这次的大豆油，中联相关大豆油下架，预防性下架。第3个是其他一律揭露。第一层产品3号中午12点前已经下架，但据了解，1300公吨致癌毒油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品牌。虽然有部分产品不在公布名单内，业者还是得依照第2层预防性下架，避免出错。预防性下架包含原型油品，像是调和油，还有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20%以上的加工制品，也进一步要求业者自主揭露。除了路易莎、联华、桂冠、味王等前2波已经公布的知名业者，还有新曝光的品牌中标，包括连锁卖场万家福。不过他们表示已经没有相关商品库存，今年度针对重金属及苯偏皮的检验也符合法规要求。连锁面包店布列德则第一时间清查并销毁有疑虑产品，已经没有问题原料。而专家研判，这次致癌油的元凶疑似就是巴西黄豆，没列出来的油品同样得彻查，甚至未来要更完善相关规定，强化油品安全管理。大概都是在4月出货的批次。那我们全联会也发文给各地方工会跟会员，请他们配合下架。其实现在很乱我觉得那个卫福部现在所谓的2期的油要回收，他们写说20%，还有20%的有问题的油，但是20%有问题的油到底是什么产品？团膳业者喊话，资讯应该更清楚统一，因为双北学校营养午餐都受毒油波及。台北市一共有42间学校，包含3家幼儿园、8间国小、24间国中以及7间高中。像是东湖国小也发出公告，校方调查出2家供应厂商。另外，新北市府也公布，包含忠义国小、淡江高中的50所学校受到影响。毒物科医师严宗海就分析，食用油验出致癌物苯偏比超标，对孕妇和婴幼儿影响最大。而无毒教母谭敦慈也透露，要减少伤害其实不难，尽量不要给小孩吃一些烧烤啦、油炸，要多喝水。那再来高纤的食物，我其实是蛮鼓励的哈。
像是绿色的蔬菜，在家里呢开火就开吸油烟机，熄火之后继续抽5分钟。阻断来源，降低伤害，政府资讯透明，才能让民众和业者有所依循。是我们来看哦，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食药署属于卫福部啊，那部长怎么一副就是说，好像路人甲一样，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自己都觉得怪怪。你是部长你觉得怪怪，你马上应该介入啊！说怎么可以只公布第一层呢？第二层为什么不公布？我们要知道这一次有问题的是1300吨，中联在最上游这个地方。那你公布的话，它底下来讲的话，它底下3大厂：泰山、福寿、福茂。这大家来讲的话，大概任何地方在用的，这个都有品牌的嘞。你说我这3个大厂都有品牌的，结果你吃的，现在来讲的话，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吃到有致癌可能的油？答案几乎是确定的，就是你大概都会知道。好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政府最喜欢吹嘘的是什么？蔡英文时代食安5环，从外界开始边境管理，然后抽验多少，然后产品的履历什么统统追。那我们就问啊，你现在第一层、第二层你都知道嘛？为什么不公布？只公布第一层、第二层为什么不公布？然后呢，你要预防性下架，然后定一个20%。所以蒋万安就讲得非常好啊，这里没有什么20%的，我就预防性下架，而且不是只有台中市，要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也一样。你会发现这一次来讲的话，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还积极，而且做了，大家觉得说，地方政府做的比中央政府还好，中央政府食药署好像刻意要去盖牌，我觉得不是盖牌而已，大家马上一个来讲台问号，不敢得罪业者啦。他说这样一来的话，这些业者可能他们的生计有问题，他们的这个获利有问题等等的，会不会有一些特别厂商的顾虑？这个才是大家所最担心的，就是你把人民的健康拿来去，因为要维护厂商的利益，这怎么可以呢？你怕得罪者，不怕得罪这个消费者？是啊，消费者这么多人啊，大家来讲，不要忘了，按照这样来看的话，几乎通通中标了嘛。张委员，好，这是还是必须要说，这个民进党政府的食安破功啊，那毒油全民下肚，这个我还是非常不能接受，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国内的那个毒油风暴、食安风暴，中联油脂就刚刚像宝哥讲的，最上游的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是有1级的致癌物这1级致癌物大家听到就觉得非常的恐慌所以一开始我想这个我们的卫福部食药所一开始还想要把它盖牌不让大家知道说目前在生产这257间食品厂商到底是哪一些食品厂商所以让民众资讯不透明所以一开始大家都非常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买什么油。后来也发现我们不管是中央政府它的法规其实没有非常的明确，检查不确实。后来才知道说我们大家所吃的这些油品，重要的油品居然是半年才检查一次，1年才检查2次。那民进党所一直号称的食安想不到最后我们知道民众知道是1年才检查2次所以这是中央的规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不能接受。那刚刚宝哥也特别讲到，在明天才要公布，我们民众所最需要知道的是说这些厂商生产的这些的食品或者是商品到底是什么。所以地方这是比中央做得好的是，地方很多的商品都提早说有超过20%残量的1级致癌物的，通通都已经下架了。结果中央在明天才要公布相关的产品是什么，其实已经真正慢了半拍那我发现民进党政府现在有些立委现在还在吵说到底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权责。其实现在地方都已经开始动作了，中央其实就是一个大脑，他如果一个大脑他完全没有不知道怎么指挥的时候，只能靠地方我们的县市先来做。那刚刚在新闻媒体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地方很多的业者说，你说这个大豆比例影响到20%以上的产品才预防性下架，20%以下的产品不需要下架，可是主动揭露产品资讯，这个也让地方很多的商品业者或者是地方的所有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必须还要说一句话，就是说台湾是美食的王国食安没有盖牌的空间所以请民进党政府针对这次食安的问题，一定要做到源头管理，而且加强检查，以及未来整体的程序，中央地方一定要一起来配合，来维护人民的食安。就是说大家
现在很多病都可以治好。然后癌症也有人说把它当成慢性病就这个特别如果早期发现，但是癌到底是比较麻烦，大家比较怕的嘛。那你政府每天在那边宣导要怎么样，这个生活要作息怎么健康啊，要吃什么蔬果啊，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的这个防止癌，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然后我们健保每年花多少钱，对不对？治疗癌症或等等这类。然后你现在给我们吃这个油，对不对？而且这很可恶嘛！你政府应该好好把关的嘛。你真的到了下游去，那真的是这无孔不入了。你上游就要把关把好，你关把不好，对不对？尤其那个中联，对不对？他4月下游就通报他了，他到6月才通报，这不要处分吗？真可恶啊！我下重手应该把他厂关掉才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害多少人啊？政府事后要做多少钱，还想盖牌，还想掩饰，可以这样子吗？需要这样。